9月18号的下午，广东开始群发短信，公安部门通知这个出入境的办理提前一天，是吧？9月19号通知说，9月19号下午6点半到10点半，4个小时要停机升级。那么也就意味着在网上不能再办理这个几项便民服务了。往来于港澳通行证的这个网上签注，出入境证件的进度查询，出入境记录的查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网上公开的这些便民服务呢，它是4月1号开始由国家移民局开始发布的这么一个网络平台。很多人理解不了，说下午6点半到10点半，不过也就是一个网上申请的问题，是吧？你正常的服务大厅都已经下班了，你停机升级，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的发一个公告呢？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点，9月19号，临近月末没有多久了，是吧？严格的来说都接近下旬了。香港的问题呢就是这样，它一直在拖。8月份就有人开始预测说要动手了，其实真正的动手它肯定会拖到9月底。那么9月下旬对他来说时间上准备的是最充分，而且这个节点会把握得很好，就他们认为自己能控制得很好。通盘看下来，前2年就有这种各个省开始系统升级，终止办理出入境服务的这么一些通告。那么今年就更多了，是吧？2周前我们知道全国范围内演练了一次，因为公安部机房网站的这个升级，那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他在周末停止了办理出入境和港澳通行证那么网上办理当然也随之而暂停了。那么到了周一它又开始恢复了。人们认为这跟之前一样是一个系统升级或者说障碍造成的机房障碍造成的。慢慢的大家都习惯了。那现在广东又开始出通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那种很随机的模样，是吧？1、2、3开放，4、5、6暂停。什么时候他会完全把它终止呢？对吧？主动权完全在他手上，谁也猜不透。那么有关于香港这2天大家关注的其实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么香港有一些战中时期的代表，在反送中修例的这个开始以后，运动开始以后，他们主要做了一些外联的工作，在国际上扩大它的影响，向世界各国来解释一下反送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比较规范的一个说法，就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寻求保持香港的自治，保留香港现在仅仅能够拥有的一些民主、自由、人权。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整个反送中它是关于法治的一个话题。香港所有的基石都在法治上，其他东西都是假的，或者说都是基于法治这么一个基础。那么送中修例开始以后呢，它就造成一个局面，香港本地的法治将被破坏殆尽。那么如果没有法治作为基础的话，香港
所有的现有的这种框架都会慢慢的解体，香港也就混同于内地的一般城市了，一国两制将不复存在，香港原有的地位也将丧失。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搞一个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我们也看到了，不仅在听证会上出现了这几位来自香港的代表，而且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针对他们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现也发出了自己的这种警告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干预香港，认为香港是中国内部事务，这属于内政。另外呢，点名警告了这些人不要挟洋自重。所以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信息围绕着香港的，其实主要还是香港的官贸地位问题。那么美国与香港政策法和即将出台的这个香港人权法案都涉及到一个点，涉及到能不能在香港保留所谓的一国两制，能不能有一个有限度的民主，香港的自由还能不能得到保障。3个月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证明这是不太现实的，现在已经被破坏殆尽了。作为香港人来说，必须要坚持他们自己的5大诉求，其实最终还是要对这3个月来香港特区政府以及警方的措施进行检讨，甚至追责。那么作为这个香港特区政府而言，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了。我们应该知道，所有关于香港的政策都是由内地来制定的，而且现在已经属于那种贴近战场了。无论是主管港澳关系的这些领导，还是有中资背景，甚至直接就是国资的这些企业，都在跟香港各方面接触。那最主要接触的应该来说还是特区政府。他们从稳定经济、全面接盘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至于香港的警力，前面我们就说过，关于这个大亚湾规划出台以后，大亚湾规划里面本来就有一个广东警力驰援香港的这么一个条例，而且已经公告过了，广东省公安厅早就公告了半年了，只是大家原先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而已。那么香港所有能够吸引大家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个时间，他会不会在11习胖在天安门阅兵的时候，他们在香港打倒习近平、打倒独裁的中共政权这么一些宣传标语，然后上街去游行。我们一直认为习胖他忍受不了这种羞辱。川普呢，有段时间把他比作习皇帝，那么他自己也曾经在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让他的马仔这个准备在泰山搞一个风扇大典性质的这种分会场，说明他内心还是比较想当皇帝的。他给他爹修的那个陵也比较大，是吧？也超出了目前的规制。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他认为他是一个帮助共产党在中国能够永久执政的，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这么一个历史性人物。至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他来说确实不是很大，他不是很看重。他现在不断的出台这些警告，其实就是在向民众做一个测试。
他每一次做出这些动作之前，都会有揣摩他意图的这些下级，来给他做出这些测试民众意愿或者说社会反响、国际反响的这些措施，遭受到的打击要是比较严重的话，他就往后退一退。如果说大家没拿他当回事儿，他下面会进一步的完成自己的意愿，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他上台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变过不要认为我们今天在半个月之内连续看到2次关于停办出入境的这些通告，是因为电脑故障，是因为系统升级。没有那么偶然。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他极有可能在9月末，在他认为准备充分的时候，在他认为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相对和解的时候，在他不停的在每一个交易日都少量的采购美国农产品，来迷惑美国社会的时候，他认为时机到了。我们不要低估这个红彤彤的神，他自己认为是中国目前的救世主的这么一个东西。他做出所有的决定都不要为他感觉到惊诧。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极有可能还会继续恶化，出现全面的军管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习胖这样一个领导人来说，他没有一个长久一致的决心，所以你无法去揣摩他下一步的动作。他会不会做出一些令大众感觉到非常惊讶的事儿，其实没有任何疑问。因为当他想做的时候，整个中国没有人可以阻拦他。好了，谢谢大家，再见。